今天我坐地铁来到了纽约曼哈顿核心区的一个小公园，叫 Madison 公园。这里大家在悠闲地享受中午时分的阳光，一派祥和的气氛。现在我沿着这个公园往前走，主要是往纽约第5大道，就是那条著名的大道。因为有些网友呢叫我去拍拍，让大家看看非常豪华先进的美国。后面那个是帝国大厦，美国的帝国大厦，非常有名的啊。大家看看这地图，上面这里呢是帝国大厦在这，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公园这里，从这个公园可以看得见帝国大厦的啊。帝国大厦离这个公园大概就是几百米。这是网上的资料，看看这个帝国大厦样式是怎么样的。曼哈顿它的那个摩天大楼比较多，很多都是比较老的，反正它的那个楼房都很多很多，而且非常的密集，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根本不适合在这里。加上呢，他们的街道上面是没有树木的，或者几乎没有树木，所以显得非常的压抑。你看，那就是中央公园了，后面那里，这就是帝国大厦。你看，中午时分，有的父亲带着孩子，还有全家在草地上享受阳光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现在是中午1点钟左右，今天的阳光非常好。你看，这个公园周围都是这种摩天大楼，有的比较新，大部分呢比较老了。然后其他人就坐在这种公共的桌椅啊，这里享受阳光。这种是不收费的啊，谁都可以坐，所以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。这公园很小，我觉得长就是200米、250米左右，宽也就是150米左右，所以走2步就到头了。这里有一个地铁的出入口，然后呢，这个人放着阿拉伯的音乐，我估计呢，这个卖货的人应该是阿拉伯裔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周围的摩天大楼吧。这条街叫百老汇大街。像这种纽约的街道非常嘈杂，各种杂音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朋友们，这里是纽约第5大道。Dear friends, this is Fifth Avenue of New York City. It's the famous one. 著名的第5大道，我就来了，大家看看到底怎么样？给大家拍拍。我在一个公园旁边，然后呢，这里是第5大道。就这样的。现在是中午1点钟。It is 1 o'clock in the afternoon. Fifth Avenue. 好，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方向。我现在正在第5大道这里，在徘徊。
看看这外卖的小哥在这里等红绿灯，这个人你看，闯红灯了，直接过，好没有素质啊，对不对？红灯还没有完，还在等，后面又来一个小哥，也是送外卖的，估计他们骑的是电单车吧。好，现在绿灯了，往前走一下。前面看到有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孩在这里乞讨，不知为什么。还有前方大概50米的方向啊，有个地铁出口。我用手机拍了一下，因为我突然发现呢，有2个白人躺在地上，直挺挺的啊，躺在地上，就大白天就躺着，所以我很不理解啊，应该是无家可归的人吧？你看，就是第5大道这。然后呢，这里直接就躺平了。再看看周围，都是非常老的房子，这种不是什么摩天大楼了，但是它有些年月了。好，我就折返回来，再路过这个母亲带着孩子乞讨这里，然后呢往右，因为我等一下去坐地铁，看了第5大道，大家看看都就这样。我没觉得什么奇特的，当然我也没有去转那些豪华那些店啊，因为我不是那个层次的人，包里没钱啊，所以就不想去，也没兴趣去看。然后前面呢又到了另外2条线的那个地铁的出口 ，R 和 W 的出口。你看，因为纽约的地铁非常非常古老了。所以你看，当时它的那个设计的出入口都是非常非常小的，现在已经完全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了。但是呢，纽约的地铁仍在发挥它的作用，每天无数的人搭乘纽约地铁上下班出行，特别是晚上，是无数无家可归者的家园，特别是冬天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里面，因为纽约它的天气你们也知道，它的气候冬天是非常冷的，经常是零下好多度。如果是无家可归的人，在外面可能会冻死呢。所以很多人到了夜间就直接跑进地铁站里，然后呢从地铁的，比如说从这里坐到头，然后从头再往回坐，这样来来回回坐，把地铁车厢当成他的床。这在纽约是非常普遍的，大家见怪不怪。你看这个站台是非常狭小，大概就是最多2米宽左右，然后到顶就是最多也是2米高，所以非常的狭窄。在乘坐地铁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眼观八方啊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，最好像这种呢贴着墙站着，不要站在铁轨旁边。我主要是为大家拍拍，就铁轨下面看看干不干净，我才赶到旁边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去旁边站着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经常每年大概有10来个人被推下铁轨的，被无故推下去的啊，然后就丧命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自保啊。这里是42街时代广场站，这个站是个大站，因为很多的那个线路在这里中转，所以呢，这里非常的繁忙。42街大家看到对吧？时代广场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我这次呢没有出去，我就在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一个时代广场里面的那个换乘是怎么样的。你看它这个非常大站的站台也是非常狭窄，也就是可能4米宽左右，然后中间有的时候有柱子，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拥挤。特别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，这里啊是人挤人的画面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注意，列车进站了，那就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尽量选择站在中间。反正我是这样的啊，一般不会到旁边去走着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我现在要找的方向是1号线，所以呢，现在我是往上走。
看，它这个台阶啊什么，两边就没有什么空间了。给大家再拍拍这个站里是怎么样的。光线不是特别好，大家也看见了对吧？非常的黑，加上它的天花板又是那样裸露的，所以显得就更加黑了。好吧，我们上去吧，沿着台阶上去。这台阶最多能够2个人并排往上走，2个人并排如果是稍微胖一点就比较吃力了。我觉得这个站是非常复杂的，如果是赶时间的话，你根本就赶不及啊，因为不小心就走错了。所以如果是在纽约出行啊，一定要预留一些时间，因为它的路况很复杂嘛。有的时候你不小心真的会那个迷路的。这里面你只是看它那个各个那个线路，沿着线路走才行。这里有一个小型的乐队，2个人他们在演奏，估计呢他们是仅存的少数的印第安人了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北美的印第安人当年被殖民者几乎用带过来，比如说一些不明的那些疾病啊、细菌啊，或者通过他们殖民啊、谋杀呀、杀戮，也就是说，本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几乎都被杀光了。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东亚人，他一只眼睛瞎了，看着挺可怜的，他也在乞讨。我是见着唯一的2个亚洲人在这里乞讨，一个是那天在法拉盛那边有个人在街头站着的，估计呢那个男的是认出来没有什么本事，加上也不会英语，所以导致了最后走投无路了啊。像这个老奶奶可能在这里几10年了，可能收入也不怎么样，于是呢就坐在那个地方乞讨，一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收入，像她这样。好，我继续呢往我们的1号线方向走。走下来，你看又看着一个人，一个无家可归的，直接坐在地上，摊开，这就是他的家。唉，也挺可怜的这种穷人啊。我都不知道有些人公知们还有那些甜美的人，他们鼓吹的美国啊福利好，国家兜底这样，国家兜底那样，这样免费那样免费，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贫苦的人流落街头呢？这个地铁站有好几层呢，你看再往下呢是另外的线的地铁。现在我在等我的车，也看看轨道下面干不干净，是不是特别狭窄？这个站台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空间，对吧？很低矮啊，人的手稍微往上升，然后就摸到天花板了。是不是当年18多少年的时候修地铁的时候，人比现在矮很多？我觉得矮也不会矮10公分、20公分吧，所以当时我觉得设计就有问题。为什么不挖高一点呢？也许当时技术限制吧。如果像今天用那个盾构机挖这个隧道，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当年可是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就比较低矮。这是我的猜测啊。地铁站里面的噪音其实非常大的。
好了，现在进来了，然后我有坐着。本期关于纽约第5大道以及纽约地铁，主要是时代广场站这附近啊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